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，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感情为难。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？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你等一下记得要买点东西吃哦，不然就晕了。我包包有巧克力。我觉得我们家里很需要一个男人，像今天早上这样突然出现一只蟑螂，搞得我们手忙脚乱的，连早餐都没有得吃，真的很惨。我会买很多杀虫剂的。杀虫剂可以帮你换电灯泡、修马桶、修水管、倒垃圾吗？哇，你要的是工人，不是男人嘞。哎，你的工人来了。这个不错哦，可以当工人，又可以当司机，你要好好把握哦。你给我专心上课，不要想无聊的东西。还有你呀，这样是追不到女孩子的。看来你应该去找个爱情专家帮你才行，加油喽！刘青子 ，OK， 我走了。青子，可心，哥哥再见，爸爸再见，拜拜。来，走。好久不见哦，你今天还好吗？开会的工作蛮顺利的，还加了薪了。哇，对了，上一次那个商人的案件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尤其是唐律师，还免费帮我打官司。其实我没帮上什么，判你缓刑叫做监管，本来就是在我的预料当中的，因为毕竟是 Adam 有错在先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谢谢你们两位。我已经答应可心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冲动了。我要去上班了，我先走，再见。拜拜。拜。我们走吧。你脸色看起来不是很好啊。我早上没吃早餐，通常我包包都会放一点巧克力，不过我今天忘记了。哦。等我一下。喂，哎。喂，你会被抄牌的。小心啊，烫。来，这个给你。看到洪伟双现在过得不错，你应该很开心吧？那个时候你真的帮了他很多啊。其实是他帮了我很多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不会知道我那么爱跑是为新闻。我应该感谢他才对。我能够做我爱做的事，同时还能帮人，不是很好吗？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要吓我啊！老婆，嘿，老婆。There's a serious accident along Ubi Avenue 3. That's right. There's a female casualty, unconscious at the moment. 你没事吧？你醒醒，你不要吓我啊！别动你老婆，这样很危险的。那我怎么办？先固定住她吧。哦。这个混蛋！别打了！先生，冷静一点啊！喂！你不要吓我，老婆。
今天早上，在乌美3道发生了一起车祸，一名怀了孕的妇女受了重伤，目前还在急救中。这起交通意外是怎么发生的？我太太准备回娘家，突然间有辆黑色的跑车向我们冲过来，我一时来不及做反应，就……如果你老婆和孩子都救不活的话，你打算怎样？不知道。身为记者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新闻触觉？你当时在案发现场只拍了2张照片，你应该把整个过程录下来，你这是浪费了独家新闻的大好机会。我觉得当时的情况，我应该照顾女伤者，这比得到独家新闻更重要啊。我觉得言之并没有错。我们的工作是要让观众知道事情完整的过程和真相。你可以做到，可是你没有，你还觉得你没有错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新闻报道比人命还要有价值？这根本就是2样不同性质的事。重点是你是医生吗？你救得了他吗？既然你不能，那请问你的坚持还有什么意义？哎呀！俗话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啊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我相信言之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，对不对？我还是会选择先救人。啊，萝莉，你也别生气哈。其实办法还是有的。这样吧，言之，你下一次就1只手救人，1只手拍画面。对，反正现在每个人都是multitask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再不然的话，你打电话通知我们，我们立刻飞射下去就可以了吗？哎呀，好了，不要再争了啊！大家同心协力，人生一定美丽，对不对？啊，散了啊！等等，言之，等一下你去医院做护士报道，访问陈国强。你帮过他们，我想他应该比较愿意跟你分享。我不要一般的新闻，我要比较深入一点的。所以你是要我去侵犯他们的隐私，还是像其他记者一样对他们恶毒伤害？你不肯去，那瑞瑶你去吧。啊，我算了，我去吧。那请你记得记者的责任了。各位，我买了最好吃的蛋糕给大家吃。对，哎呀，这个蛋糕我知道，排队起码1个小时以上才买得到，辛苦了。哇，你请了2个小时的假，就为了去买这个？不是啦，我是找人帮我买的。哇，你未免太奢侈了吧？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算什么问题？你们吃得开心就好。那为什么还要请2个小时的假？我有更加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啊。哎呀，管他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有 cake 吃就好了啊！来，言之、洛琳，来，吃一吃啊！来笑一笑，什么事情就都过去了啊！我只是就事论事，不是针对你。我知道。哎，这样就对了吗？我早说了，你们2位是我的得力左右手。如果左手握着右手呢，就打遍天下无敌手；不过假如左手打右手，我就等于废了双手啊！所以你们2位要永远的手牵手，大家一起向前走。吃蛋糕，给我。喜欢吗？你花钱请人弄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弄的，我花了2个多小时呢。那你也太没有创意了吧！这些浪漫一点原创都没有。唉，这是我第1次帮人弄嘛，而且这是我第1次帮我喜欢的人布置。哦，那我应该觉得荣幸是吗？那倒不用，你只要和我吃顿饭就行了。吃饭没问题，不过你要先帮我做件事。100件都没问题。帮我把这里收拾一下。我想有些话我必须先跟你说清楚。说。我希望我的男朋友除了给我浪漫，也会对工作认真，不会浪费2个小时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。我对工作很认真啊，至于有没有意义嘛，那完全看个人。我希望我男朋友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。
哎，我就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呢。我希望我男朋友和我的步伐一致，不会一个走得太快，一个走得太慢，到最后距离越来越远。啊，这个很好解决，只要你让我拉着你的手，这样啊，我们就不会越离越远了。我希望我的男朋友一许下承诺，就一定要办到。我许下承诺绝对办到，要不我就不说。你知道女人为什么总是要男人许下承诺吗？缺乏安全感。一方面是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女人很清楚，男人因为自尊心作祟，一许下承诺就一定要办到，否则会没有面子的。就因为这样，女人就不会失去这些承诺了。那你放心，我前面说的这些呢，都不是承诺，都是事实，事实会永远存在，不会消失的。方正业，喂，你在卖花啊？我要去采访了，你要不要去啊？当然要去啊。那你要带着这丢脸的东西啊？什么丢脸？你不懂不要乱说，这像叫浪漫。那也浪漫被退货了。我的浪漫呢是没有被退货，不过现在女人喜欢承诺多过浪漫而已。那你肯定失败，因为就算你许下承诺，一定做不到。在你眼里，我真的有这么糟吗？有啊。连在你的心里我都这么糟，看来我一定要让你们看到真正的我了。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不过你真的要带着这些东西啊 ？OK， 我马上把它处理掉。你给我30秒。陈先生啊，你还好吧？喂，你不做这个采访，你回去和若琳怎么交代？我看他的脸，我怎么采访啊？我不要做，会让自己后悔。又对不起当事人的事，死就死吧。哎呦，我真不幸啊，和你一个团队。好吧，好吧，你不采访我也不采访，最多回去一起被挨骂了。我无所谓的，反正我脸皮厚。谢谢你啊，真够义气。陈先生啊，我们不访问了啊，你不用担心。你太太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刚才有个很年轻的医生出来跟我解释，说不知道胎儿压到了什么，然后又不知道什么出血，总之情况很危险就是了。放心吧，我相信他不会有事的。我老婆一定不可以有事。她很年轻就跟着我，也吃了不少苦头，最近日子才好了一些。她又怀了孕，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。医生，我老婆怎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，还保不住你太太，但是孩子活下来了。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可以丢下我跟孩子？怎么就这么多？我们才2个人，怎么吃得完啊？偶尔浪费一下有什么关系嘛？听你这么说，这不是你第一次浪费食物了。人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化悲愤为食粮是最好的方法。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，对肠胃不好又浪费钱。哎，钱的问题我来。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人呢，有些时候要跳脱一下常规生活，这样才比较开心，不会这么闷嘛。Relax。你不要这么苦恼好不好？好吃的就吃，不好吃的留下。
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每天活在饥饿当中，你有的吃还不珍惜啊，浪费食物很不环保的。您不觉得你应该对这地球有更多责任感吗？我觉得有个工作啊，比记者更适合你，德雷莎修女20。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不被挨骂的办法，要不我们去采访一下肇祸司机？才不要啊！他到现在没有道歉，这种人很过分。哎，那要不这样，我们去做个专题报道，是关于交通法的。我之前看到一则新闻，一个司机撞人之后不顾离开，之后他去认罪，最后他只被判了4个星期，外加3000块的罚款。哇，人命真的太便宜了吧！或许政府可以考虑加重危险驾驶的罪责，那大家会小心一点。这第一步做可以考虑。但是在考虑之前呢，我们先要想想怎样和若琳解释。哎，2杯都他的。啊？我给你点了2杯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，你先喝一下，等下给若琳骂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苦了。你刚才说会陪我一起挨骂的，有你分担不会那么痛苦的啊。哎，其实我真的没有给若琳骂过，不知道什么感觉呢。你等一下不就知道了？好了，你也来啊。哎，李先生，请坐。阿德，我需要你很清楚地告诉我当时的情形。我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：阿德一面驾车一面听电话，对方转弯，他没有注意，所以就撞上去了。那对方有没有打讯号灯？当然没有啦。不过有的话，我们阿德也不会撞上去。阿德的驾驶技术是一流的，从来没有出过车祸。你确定？当然，因为我当时也在车里面啊。那为什么警察抵达现场的时候你却不在呢？因为我有急事，所以先走了。我今天一早就去警察局录过口供了。那阿德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唐律师啊，我希望你可以帮阿德把刑期减到最低。至于律师费方面多少，我都没问题的。李先生，你对阿德真的很好。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，能帮他的我一定要帮啊。喂 ，Real TV。喂，在物美山道发生车祸的时候，我有在现场。你是不是看到事情的经过啊？我那时候刚好经过，我看到车祸发生以后，有个人下车匆匆忙忙离开了，然后另外有个人赶快坐到了司机的位置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我还用手机拍了下来。我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姓林。林先生，你明天有没有空见个面啊？有啊。好。那明天见啊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嗨。嗨。哦，晴子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你还没下班，所以叫我来这里找你。吃了吗？吃了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些巧克力、饼干、糖果之类的送给你，你可以放在办公室，还有包包，要吃的时候随时都有。还有啊，你的杯子有个缺口，这个送给你。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做的，这些东西我都可以自己买的。不想这么做吗？我还有工作要做，还需要一点时间的。没关系啊，反正都来了，我等你做好事情，然后一起回去吧。哎，这个司机阿德的老板今天带他来找我，要我担任他的律师。你是他代表律师，可不可以跟我谈谈这件事啊？会不会跟你的职业操守有抵触啊？我并没有要跟你讨论案情，应该 OK的。如果有证据证明你的当事人是无辜的，你会怎么做？拜拜。
嗨。干嘛？心虚啊？我干嘛要心虚呀？你明明已经答应了我的追求，却还和其他男人出去，那就代表我有选择的权利啊。我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我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要成为我想要的那种男人。我觉得我随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这么快就答应，这表示你根本都没有准备好。这不可以代表我不假思索、毫不犹豫的表示吗？因为你不是一个容易许下承诺的人，你这么快就答应，就表示你根本都没有想清楚。等你冷静下来，认真想清楚后，你可能会后悔的。一个人我在沮丧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泪流下那么荒唐，分手当初是我在逞强，一个人对谁嚣张，一个人为谁而忙，我懂了，你没反抗，是因为我不够坚强，只是我一个人，一个人不可能，不可能有多快乐，我承认，想回到两个人，认真的两个人。喂，爸，什么事啊？你快来医院，你妈妈晕倒了。张燕，什么事啊？你可以送我到医院吗？妈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叫你爸爸不要通知你了，他还是把你给叫来了。哼，你说的倒轻松。要是让他知道你进了医院，我没通知他。你为什么会突然晕倒的？血压突然飙高，就晕过去了。可是你一直都有吃药控制它啊。嗯。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没事，回去休息吧。我累了，我想睡了。妈为什么会晕倒？说。哪有什么事啊？我只是刚想拿点钱，他不肯给，我就说了他2句，他就哭了，一边哭还一边骂，然后真的不关我的事啊。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有哪一次不是说不关你的事？妈每次伤心，每一次难过，有哪一次不是因为你？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还是没有变？你走，我不想看到你。
可以借我200块吗？啊，伯父，我这里正好有200，你先拿着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这是我以前的家，很意外吧？我爷爷很有钱的，他只有我爸一个儿子，所以他死后就把所有的财产留给我爸。可是我爸从小就被宠坏，只会吃喝玩乐、乱花钱，从来没有亲手赚过1分钱。他的朋友都利用他的弱点，一个又一个的找他投资生意，可每一次都失败。结果他把爷爷留给他的财产全都败光了，还背了一身的债，到最后连我们的家都要被查封了。我还记得银行来查封的那一天。他们只让我们带走几件衣服，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要留下来，连我外公留给我妈的画也不能带走。从那一天起，养家的责任就落在我跟妈的身上。我爸还是一样，认为自己是有钱人，还是不肯工作。我想他从来都不知道，当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的责任是什么。他大概也忘了当初娶我妈的时候许下的承诺。每次我看到我妈痛苦的样子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争气，一定要赚很多钱，让我妈过好日子，让她为我骄傲。我想你妈在帮你爸守着她的承诺吧，因为你妈相信你爸还爱着你们，还记得那些承诺，还在等他实现承诺。实现不了的承诺就是谎言。可是女人往往最念念不忘的，就是男人说谎那一刻，因为他们觉得那一刻才是他们最幸福的。活在谎言里也叫幸福？你太乐观了吧？乐观一点不好吗？你应该学我，凡事往好处想，乐观一点才能每天开开心心的嘛。来，学我，这样一个。谢谢你。只有谢谢啊？那我在你心里的地位有没有一点点提高？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件事，你是第一个。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拉起一个女孩的手，想和她一直走下去。你也是第一个。这是承诺还是谎言？
谢谢你。你回去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好难得你遇见了对的人，难得你很认真，不想太多，去奋不顾身。好难得你爱上了对的人，可惜他不是你的可能。这只是个感谢的吻，不然胡思乱想了。我觉得离我们定情之吻不远了。你真的很乐观啊！这是你今天第一次真心的笑，虽然是嘲笑我，不过你开心就好，记得要微笑。走了。我们都爱过某个诗人，可是诗人也是平凡人。拜拜。好难得你遇见了对的人，难得你很认真，不想太多，去奋不顾身。奇怪，那个林先生明明约我今天见面的，怎么不在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你们找林先生啊？对呀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今天一早他们全家都搬了。搬？啊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那林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要把他拍摄的片段给我，还要告诉我案发的情况，怎么现在搬了？我肯定是有人要他们在短时间内搬走，不让你们见面。我看林先生手上的那段录影也应该被删除掉了。啊！别跑！走！你们两个不要再多管闲事，不要再管车祸的事了，听到没有？走。志胜，志胜，你没事吧？你不受伤啊？我没有，你呢？哎呀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你没事就好。你还好吧？没事，医生说只是皮外伤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哦，英雄救美啊！哎，难得啊！亲爱的，你 OK 吗？啊，还好吧？我 OK。哦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在现场，我一定奋不顾身，挺身相救的，真的。真的吗？你平时天气热就说头晕，跑几步路就说心脏有问题。哼，我看啊，要是换成你，早就手断脚断的躺在医院了。应该不至于啦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谢谢你对我有信心啊！我不是对你有信心，我只是觉得那两个人不是想伤害他们，而是想给他们警告。我也这么认为。那看来这次车祸变得不简单了。原本要爆料的人，一夜之间就搬走了。而李先生对阿德的好似乎也过了一点。如果开车的真的另有其人的话呢？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很有问题，李先生的儿子 Alex， 你也见过他的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个很嚣张的年轻人。哎，老太婆，想诬赖我啊？讲话小心一点，我跟你讲。如果是他撞到陈国强他们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欧阳，你的意思 ？I believe in you。哦，去吧，给我找一点震撼一点的新闻啊 ！Go go go！ 啊！
其实发生车祸的时候，开车的人不是你吧？是 Alex 对吗？你在帮 Alex 顶罪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让 Alex 逍遥法外的，你要告诉警察真相啊，阿德。你是 Road TV 的记者刘妍芝小姐，对吗？请你以后不要骚扰阿德，否则我会去投诉你的。好的，我们走。坐啊，这20万支票，你拿着。我知道，我利用你老婆动手术，需要一大笔钱，叫你替 Alex 顶罪是不应该的。可是，我想你应该是急着帮你老婆筹医药费吧？这算是我帮你，你也帮我好吗？我只有 Alex 这个儿子，我不想他坐牢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坐牢，你家人的生活费由我负责。你出狱之后，我会给你工作，会给你更好的待遇。阿德，你帮我一次好吗？支票你拿去，就当这是为了你老婆，好吗？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。对了，我有东西想给你，来。等等等等，物归原主。什么来的？怎么找到的？我真的是通过很多人才能给我找到这幅画的。我先去现任屋主家，问他能不能把这幅画卖给我。没想到这幅画根本不在他手上。后来我又去到土地局调查，最后啊，我在原先买下你这栋屋子的人手里啊，才能找到这幅画的。谢谢你，真的很谢谢你。这幅画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是我外公留给我妈的。我知道这幅画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才会特地帮你去找的。我想我帮你找到之后，你会以身相许呢。这幅画的意境真的很好，如果我们两个能在这个意境里面就好了。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幸福这么快就从天堂掉下人间了？哎呀，老天爷，你给我多点时间不就好了吗？我就可以。我真的很感谢你，不过我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把我的人生交给你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你想要多少时间我都给你，我也可以趁这段时间向你证明，我绝对能够给你幸福。等下我们要去哪里吃饭啊？随便你哦，看你要吃什么。好啊。那下次一个。不行，我来开吧。你爸爸交代说，你千万不能开车。
给我。你不听你爸的是吗？好，就打电话。OK， 开就不开。搞定。医生说，过多2天就可以帮你动手术，切除你子宫里的肿瘤了。你拿了你老板的钱，我不是叫你不要拿了吗？没有这笔钱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动手术。我不想你有事。我宁愿死，也不要这种钱。你以为我心里就很好受吗？每次当我一想起那车祸去世的陈太太，我心里就很难过。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也不想听到 Alex 顶罪啊。可是如没有这20万，你怎么办？孩子怎么办？我们的孩子还小，不可以没有妈妈的。总有办法筹到钱的。这20万，你还给老板。你告诉他，你不要替 Alex 顶罪了。阿德，你老婆说的对，你应该告诉警察真相，不要帮 Alex 顶罪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你很清楚 Alex 是个怎么样的人，如果你让他脱罪，很可能会有下一个受害者。难道你希望还有更多人因为他失去生命吗？阿德，这位小姐说的没错，你为了救我才收了你老板的钱，我的命重要，别人的命也一样重要的。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还死去的陈太太一个公道吗？让真正撞死她的人接受法律的制裁才是对的。阿德，我不要你为了我坐牢，还要背负着这么严重的罪。我的医药费，我们有办法解决的。走。请换一下。这宗车祸的肇事者即将得到他应得的惩罚，不过失去的生命却是无法挽回的。所以，当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，因为你的一个不留神，也许可以造成一个遗憾的结果。谢谢大家收看《放大新闻》啊，事情总算圆满结束啦，真的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哎呀，我们就是那个天网。听说你什么都没做，在那边干出一张嘴哦。哎，这张嘴很重要的，没有我说 yes， 你们可以这么放心的去执行吗？啊，什么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其实这件事是大家的功劳。听见没有？有我吧。可是我觉得，即使那个 Alex 坐牢了，也换不回你条人命。对啊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他必须为他做过的事负责，而不是找别人帮他顶罪。哎，那个李先生跟阿德会怎么样？李先生可能会被起诉用钱收买阿德，阿德也算是妨碍司法公正。可是2个人都是情有可原，我相信法官一定会轻判的。有你当他们的代表律师，我相信法官一定会轻判的。大家有没有闻到一股马屁的味道啊？很臭啊！可是他们的医药费怎么办啊？他老板会付，而且他老板会继续请阿德当他司机。哎，那他老板的人挺不错的嘛。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。哎，你们飞起来了！哎，大家好，我买了些东西来请大家吃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不客气了哈。别这么说，谢谢大家的帮忙，要不然呢，我的良心一定过意不去。唐律师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免费帮我们打官司。太客气了。应该的，律师费这么贵，你都不肯收，这点算不了什么的。那谢谢了。哇，你平时对钱这么斤斤计较，这次这么大方。哎呦，智胜的人这么好，所以绝对值得以身相许。这就以身相许了。那要是派你到社工中心，你许不过来啊。不要吵。哎，来，云芝小姐，这份送给你的。谢谢你啊。谢谢。你懂我不懂，你懂我不懂，你越耍幽默，我越装冷漠，不动别转动，不收别转手，不要冲昏了头。你懂我不懂，我不是蛔虫。
起起滴滴。